今日那只红眼瞳给萧炎带来的震慑也是久久不能忘却，而就连坟老都无缘无故的闹失踪，看来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萧炎也没有放弃，继续呼唤着坟老，可是坟老真的像是消失了一样，任自己如何呼喊都没有任何声音回应。见没有任何的回应，萧炎也是整理了一下自己，便是走出了自己的识海中。在萧炎睁开眼眸的那一刻，周围所有势力之人的目光全部看向自己。萧炎直接一愣，然后有些摸不着方向的道：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吗？萧炎弟弟，你怎么这么厉害？吴雪的声音在萧炎的耳边响起，萧炎便是好奇的问道：我厉害什么？刚刚和那魂天帝打的，自己差点要被打死了。你还真是厉害啊，你怎么可能会被打死？刚刚你与那个魂战斗，噬魂宗宗主见你们迟迟没有出来，直接是进入到了你的识海中，我们还以为你这一次要完蛋，进入帮助你时，噬魂宗宗主带着一道神魂体的魂直接逃离了此处。吴雪把刚刚所看到见到的画面详细的给萧炎诉说了一遍，原来刚刚这么多目光看向自己，是以为自己击败了他们俩。萧炎也是无奈的摇摇头，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虽然利用神怒火莲炸伤了魂天帝，可是想要击败噬魂宗宗主，那是几乎很难的事情，毕竟对方是一名五重天卫神的超级神之。之前在万兽神界对战，同样是五重天卫神实力的神龙，是因为朱龙剑本身就有着压制神兽魔兽等血脉的力量，而现在对手换作其他强者的话，就算是朱龙剑的力量也无法将其压制。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萧炎对战一名五重天卫神时会比较吃力，但如果是面对一名四重天卫神的强者，那几乎是胜券在握的。好比这一次的魂天帝就是这样的下场。只是让萧炎也没想到的是，魂天帝的实力如今疯狂暴涨，应该也是与那噬魂之力有关系，而且那噬魂之力极其的诡异。还好这一次萧炎有着焚神之力，不然的话还真的会败在魂天帝的手中。很不错，看来除了我们1等级世界外，第3等级世界中也诞生出了一名了不得的天骄，而且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培养下，肯定能成为一方超级神之。这一次的萧炎也是受到了来自武神阁第一娇女藏青青的夸赞，要知道她可从来没有如此夸过任何人，萧炎也是她首次夸赞的天赋之人。哟，青青姐，这是太阳洞西边出来了，我应该是在做梦吧？你竟然会夸男人！吴雪笑眯眯地看着藏青青，有些微微惊异地说道：你少贫嘴，他的实力和天赋足以堪比我们第一天骄，如果他的实力在五重天卫神的话，那么我们都没有办法击败他了。现在嘛，还是有机会。说话间，藏青青那美丽动人的容颜上微微浮起一抹笑意，那笑容简直能够让无数男子直接腰软。因为藏青青的容颜乃是绝美，身材也是极致的完美，虽然她不是穿的紧身衣衫，可是那洁白的皮肤以及那凹凸有致的玲珑身材依旧是无法被掩饰。这一次萧炎与噬魂宗的交战也逐渐的落幕，众强者又开始对无量神渊中的神秘宝物进行着探查，希望能够在其中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机缘。而至于这一次大家都在争夺的绝世神器也没有得手，被噬魂宗夺了去，就算五大神阁的第一天交出手阻拦，也会被神指联盟的四御天神君阻拦。况且绝世神器虽然强大，也是极其罕见，不过他们作为最强的五大超神势力，也有着强大的宝物，而他们的最终目的不是绝世神器，乃是那残图上所记载的神火。神火乃大咒神物，一旦谁收服了神火，那么就可以暴涨实力不说，更是在同阶级中无敌般的存在，甚至直接可以越级挑战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咒神物的神火也只能诞生出了9道而已，其中所蕴含的火神本源更是不少神指强者和超级神指都垂涎的东西。各位，把你们的神火残图都拿给本神君吧，这样子的话，我便饶你们一命。既然战斗已经结束，那一直在一旁观摩看戏的四御天神君终于是开口，对着藏青青、玉冰燕、雷厉风等人看去。想要神火残图，那你得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行。雷厉风身为第一天骄，不管从哪一方面都非常的傲气，今日被四御天神君力压一筹，简直让他非常的气愤。虽然知晓自己打不过对方，但是也要让对方留下一点东西。我们一起上吧，这神指联盟的作风我们早就看不惯了。玉冰燕的声音也是达到了非常冰冷的程度，而一旁的藏青青那冰冷眼神中也充满着浓浓的杀意。就在他们3人即将联手与四御天神君开战时，虚空上竟是出现了一批强者的身影，散发出极其可怕的波动。那位带头的男子一道冷峻的目光投向了他们这边，那是一名身披蓝色披风的青年，他的眼中闪烁着寒光，仿佛一头蛰伏已久的洪荒猛兽。他从深邃的黑暗中走出，带着毁天灭地的决心，实力比起其他神阁的第一天骄更是强上一分。灵神阁。这时候不少强者也是认出了来者的身份，他们就是5大神阁之一的灵神阁。那位披着蓝色披风的青年正是灵神阁的第一天骄高权。我倒是谁呢？原来是灵神阁之人。怎么，你们半路杀出来是要做什么？见到是灵神阁的人，四御天神君也没有给好脸色。就算他比其他4位第一天骄实力稍强一些，但是在他面前还是无法对自己造成伤害。呵呵，米昏神君何必如此目中无人呢？我们也只是恰巧路过此地，刚好看见了你们一触即发的战斗。不过
你虽然很强大，但是我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我们真的一起联手对战你，你也没有100%的把握将我们击败。高泉说话间，那气势如虹，周边的空间都微微站立起来。见到灵神阁的第一天骄这般说，四御天神君的容颜上便是微微一变。他这是在威胁自己吗？刚刚他们4大第一天骄联手都不敌我，你觉得你的加入可反败为胜吗？但是高泉却是微微一笑，丝毫不慌不躁地对着四御天神君说道：如果单单拼实力的话，就算我们联手也的确不如你。可是如果我有一道前10的神器，不知道你是否还这样说？下一刻，众强者便是看到了高泉的手中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道极其锋利的骨脊，并且散发出能够可以直接刺穿神体的恐怖波动。不少强者在这一刻眼瞳都是急速地收缩着，望着那散发出令他们神体都要开裂的骨脊，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定的距离。就连其他第一天交见到高泉手中的骨脊，都是眼神微凝了起来。那股散发出来的气息足以让他们都不敢轻视。破天骨脊，四御天神君也同样有些吃惊，没想到这灵神阁竟然将如此强大的神器都交给了他们这位天骄。现在如何？我想你知道破天骨脊的力量，它可是72大神器排名第7，能够击穿所有强大的神体，包括就算你是6重天位神的实力，也无法在我们诸多超级神之的围剿下全身而退吧。高泉也是将自身的强大气息暴涨而开，一股5重天位神巅峰的波动顿时朝着四御天神君笼罩而来。在这股气息当中，还有着破天骨脊的强大神气力量，令得四御天神君的皮肤有着异样的动静。原来如此，难怪你有足够的胆量，竟然拿出了如此强大的神器。早知道刚刚那绝世神器就不让给噬魂宗的人了。一道有些后悔起来的语气从四御天神君的嘴中缓缓传出，但是言语间，他那依旧高于在场所有神之的强大气势自他的身上散发出来。怎么，你真的想要直接与我们开战？高泉见对方那强大的气势，内心中有些波澜，可是他的脸上却是古兰无波。有何不可？我身为四御天神君，实力在同境界中都是无敌的存在，你就算有破天骨脊又如何？呵呵，不愧是四御天神君，竟然想要挑战5大神阁的几位天骄。如果加上我呢？就在气氛怒张的时候，萧炎便是站了出来，然后他的双手之上有着2道可怕的火焰，一道炫白色，一道3种颜色融合起来的混色幻虚神火，以及排名第6的3类神火。你小子身上的秘密还真是让本神君也来越感兴趣了。感受到萧炎手掌中的2道神火，就算是四御天神君都收起了轻视的目光。毕竟神火乃是大纣所孕育的神物，其中的火神本源更是能够吞噬世间一切。再加上灵神阁的那位第一天骄手中的破天骨脊，还有其余的第一天骄手中肯定也有隐藏了不少的强大手段。在还没真正夺得神火之前，还是不要与之发生战斗为好，不然到时候真的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那就得不偿失了。好，很好，本神君就忍一次，待会等我夺得神火之后，你们谁都逃不了。虽然这位四御天神君是一介女流，可是她狠起来比任何男神君更加的出手狠辣果决，这就表明了不能惹一位女人的狠人。既然四御天神君你答应了，到时候就各凭本事抢夺神火，强者为尊。高泉也不甘示弱，几位意下如何？为了能够获得神火，你们也只能委屈一下了。如果我们无法凑齐神火残图，在这无量神渊中根本就无法找到神火的下落。高泉此时也是转身看向了藏青青、玉冰燕、雷厉风等3位第一天骄，最后的目光则是落在了萧炎的身上。就在刚刚，他也是目睹过萧炎的强大力量，不仅将是魂宗之人打跑，还拥有2道神火集于一身，令他都有一些羡慕之色。自己身为5大神阁之一的第一天骄，也是展现出极其强大的天赋，力压其他第一天骄。这一点上，高泉的实力也是在同辈中屈指可数的存在。藏青青几人沉默了片刻后，玉冰燕缓缓地开口道：行，反正我们的目的都一样，如果到时候找到了神火的本源，就只能以实力争夺了。见到大家都是答应了下来，刚刚那一触即发的战斗也是收敛了起来。那么大家都拿出自己的神火残图吧，我也很好奇，这东西若是凑齐了之后将会怎样？高泉满意的说道。旋即手掌一挥，一张残破的图纸便是出现在了手掌中。望着手中的神火残图中那有着2轮大日的图案，散发出极其可怕的炙热波动，仅仅只是神火残图上的火焰气息，就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了心悸之感。然后其余第一天骄也是手掌一挥，悄然出现一张张神火残图，散发出可怕的气息波动。见大家都拿出了神火残图，四御天神君也同样纤细手臂一震，一张图纸出现，然后几人缓缓走近，让几张残图拼接起来。结果发现，就算他们集齐了所有的神火残图，还是差了一张。怎么可能？难道图纸不是4张，而是5张？四御天神君看着几人统统拿出神火残图后，竟然还是凑不齐。原本以为只有4张神火残图，现在却是还缺了1张残图。如此看来，总共有5张神火残图了。还有谁拥有神火残图？就连高泉也是微微一愣，自己1张，加上雷厉风和与冰燕以及四御天神君，
足足已经凑齐了4张，竟还是无法凑出完整的神火地图。我可没有。见他们的目光向藏青青投来，也是摆了摆手，他也想拥有一张神火残图，多给自己寻找神火的几率。我这有。就在众人有些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萧炎的声音淡淡传出，在传入他们耳朵中的时候，犹如是惊天雷声一般。他们的目光闻声望去，只见萧炎从那戒中拿出一张残破的图纸，便是飘飞而出，最后悬浮在他的面前。望着这最后一张的神火残图出现，萧炎直接将残图扔去，然后在那缺口处填上。随着凑齐了5张神火残图后，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极为古老的地图。众神指强者的眼中涌现出激动之色，然后竟是散发出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自主地按照其中的纹路痕迹，缓缓地拼凑起来。虽然拼凑的速度不是很快，不过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张完整的神火地图也是逐渐地出现在了萧炎、吴雪藏、青青几人的目光注视之下。看到神火残图终于彻底的拼接完成，众神之强者也是在心中重重的松了一口气。他们那炽热的目光望向神火地图之上，却是看到那拼凑完整的神火地图上出现了一幅山水纹路，但这所谓的纹路也是相当的普通，并没有什么确切的目标以及路线，看上去完完全全就是一张随手所画的山水画一般。这是什么情况？众神指强者一脸错愕地望着神火地图上的那些纹路，心头却是逐渐的有些沉下来。难道他们千辛万苦找的神火残图，便是这种毫无信息可言的东西？一群无畏之人，这神火地图的确极为的古老，从那图纸上的材质便是遗留下很久很久，甚至已经跨越了一个纪元也说不定，更不可能会是故意戏耍人，其中必然有着它的奥妙所在。四御天神君倒是显得冷静许多，毕竟他可是神指联盟的神君，所经历过的事情也是相当之多。其余人也是闻言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尽快的让自己都冷静下来。他们目光缓缓的神火地图上扫视着，想要寻找出一些不同的地方，但看来看去，除了其上有着9个大日高高的挂起外，便是再没有一点可疑的地方。大家一起注入神力试一试。四御天神君沉吟了一声，听了四御天神君的话语，萧炎等人也不再迟疑，立马运转体内的强大神力之剂灌入其中。但是过了好一会儿后，众神指强者见神火地图依旧是没有半点的反应，再度是轻叹了一口气，微微的无奈摇头。大家都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而萧炎目光怔怔地望着神火地图，眼中同样有着掩饰不住的失望。他以为自己今日凑齐了神火残图，就有着神火的下落，结果竟是没有一点收获。一旁的吴雪也是有些失望，但也不好开口说什么。从这段时间他与萧炎的接触下，他便知晓萧炎对于神火也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现在好不容易将神火残图集齐，得到了一张完整的神火地图，却没有半点有关于神火的信息，这对于他来说自然是打击不小的。沉默气氛笼罩着几人以及在场的所有势力之人，令得此处的气氛有些压抑起来。不过这般沉默持续了良久之后，萧炎终于是缓缓地叹了一口气，看了一眼面前的神火地图，喃喃道：既然没有什么用，那就烧了吧。话音落下，萧炎那掌心中便是有着一道炫白色之火陡然升腾而起，直接便是将神火地图给吞噬进去。萧炎突然间的举动，也是令得四御天神君以及其他第一天骄都是一惊，刚欲出手阻拦，他们的眼瞳却是猛地一缩，因为他们看到萧炎所释放出来的是一道神火，可就连神火都烧不掉这一张神火地图，着实让人觉得十分的诡异。看似一张残破的神火地图，居然纹丝不动，并且丝毫没有被化为灰烬的迹象，那炫白色之火简直就是徒劳无功。要知道，那是幻虚融合了地炎的更强火焰。就在大家都露出吃惊之色时，那四御天神君突然出声道：别停，再加大火力。四御天神君的目光紧紧望着那在火焰中安然无事的神火地图，他早已有所分析，萧炎的炫白色之火的威力足可焚山可蒸海，但如今却是连一张残破的神火地图都是烧不掉，这其中必然是有着蹊跷。萧炎也加大了火焰的威力，那熊熊燃烧间发出了嗤嗤声响，炽热的温度令得这里的空间都变得扭曲了起来。然而随着萧炎加大火焰的威力后，那神火地图依旧是没有被烧焦的迹象。随着火焰越来越猛烈，那神火地图上的纹路则是缓缓地变得光亮了起来，仿佛就要破图而出一般。见到这一幕，四御天神君高权、藏青青等神之强者的眼中皆是露出惊喜之意，而不待他们催促，萧炎便是继续加大幻虚和地炎的全部火力，将体内的神火力量催动到极致的状态。很快便是看见那神火地图上的纹路越来越亮，到的某一刻，神火地图猛然一颤，那道纹路直接是从神火地图中飞跃而起，最后化为一道紫色光芒，直射天际之上，散发出无比骇人的毁灭波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令得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的面色皆是陡然大变。在他们抬起头来，那目光望着无量神渊最遥远神秘区域的天空之上时，在那空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9轮大日，散发出一股能够一瞬间让人就会被这9轮大日的能量所吞噬其中，想要逃的机会都没有。同一时间，那神秘区域的天际上高高挂着9轮耀眼的大日，也是在无数道震撼又骇然的目光中缓缓沿着顺时针旋转，
最后竟是在其中凝聚出了一道散发出紫色光芒的通道，9轮大日铜线凝聚出一道不知道通往哪里的神火通道，但更多的几率就是神火通道的另一边，想必就是有关这神秘神火的信息所在。那么这就是神火通道。当那虚空上的9轮耀眼的大日旋转，凝聚出一道神火通道时，整个无量深渊中顿时泛起一股强烈的能量波动，旋即无数奇异的火光自虚无中弥漫而出，隐隐间居然还有着毁灭般的声音从天地之间滚滚涌出。那股毁灭的力量果然与之前在神火残图中感应到的一样可怕。难道这里的神秘神火便是如之前坟老所说，是排名前3的灭世神火？萧炎抬头望着这片弥漫了整个无量深渊的淡淡火光，喃喃自语道。在萧炎那自语间，数道流光飞快地朝着那片神秘区域急速掠去，几个闪烁便是消失了踪影。看来随着神火通道的出现，一些势力中的强者也是抱着一丝野心，想要获得其中的神火，成为真正的一方神指强者。那难道就是神火的通道？难道在无量深渊中都找不到神火的位置？原来是有着自己的独立特殊空间。在萧炎身旁，吴雪也是眼巴巴地看着那处空间上，不过感受着那里的毁灭气息后，其脸色也是十分凝重。就在这时，萧炎同样是感受到了四面八方还有着很多神指强者的气息，都是朝着那处神火通道飞去。看来还有很多势力隐秘起来，等的就是这一刻。恐怕接下来便是会有着无数强者都会对着那神火通道的区域赶去，即便很多人也都知道他们没那能力收服恐怖的灭世神火，但谁都抱着那种侥幸的心态。毕竟谁若是能够得到灭世神火，并且将其炼化，实力无疑是将会突飞猛进，到时候与其他强者甚至比自己还要强大的神指强者交手，都是能够轻易胜之。那等诱惑，就算是超级神指都是垂涎十分。动身吧，各位。四御天神君脸上带着自信的笑意，仿佛最后的争夺，这恐怖的神火还是会落入他的手中，毕竟他的实力可是目前最强大的存在。闻言，其他第一天骄也是略作迟疑，刚欲说话，突然面色猛地一变，陡然抬起头来，目光望向神火通道的下方中央，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突然间那里迸发出了一道强烈诡异的黑光闪现。虽然只是那么一瞬间，但是其中所蕴含着一种极端恐怖的气息，那股气息直接是一种无尽的窒息之感。刚刚那是什么？高权的目光带着一丝惊异，难道这里除了神火之外，还有其他的强大东西存在？藏青青、玉冰燕、雷厉风等人都是令得身躯不敢动弹，就连呼吸都差点停止。他们已经是一名五重天卫神，高权更是五重天卫神巅峰的实力。可是就算是如此，仅仅是感受到那一道诡异的黑光后，他们就连战斗欲望都没有。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在场所有人都是露出惊异之色，除了那位四御天神君没有多大的表情变化。不过那诡异黑光他自然也是有所感应到的，但是他此时看向神火通道下方的中央区域时，目光带着诧异的闪烁之意，然后便是带着自己队伍的数百名强者朝着那神火通道掠去。刚刚那道诡异黑光是什么东西？为何我体内的焚神之力有着前所未有的异动？萧炎也是察觉到这异样之处，不知道刚刚自己体内的焚神之力是对这里的神火产生共鸣，还是其他什么强大的东西产生的共鸣。但既然神火通道已经出现，当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先将神火找到，将其收服。况且这神火乃是前3的灭世神火，那威力足以轻易毁灭一方大界。他便是轻吸了一口凉气，他倒是没想到这前3的灭世神火居然如此无尽恐怖。不少神指强者的手掌轻轻地擦拭着额头上流出来的汗珠，在这一刻他们才知道这无量神渊真的极其的不简单。难怪当初传闻神指联盟派进来诸多神指强者都有进无出。几位身为5大神阁的第一天骄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心念一动，逐渐地压制心中的震惊之意。不管那是什么，我们都先动身吧，不然里面的神火给那四御天神君率先找到的话，那么就不太好了。高权作为5大神阁最强的第一天骄，他的目光微微闪烁，旋即沉声道：这灭世神火的力量比他想象中还要恐怖很多很多，已经远远超出了想象。想必现在各方神指强者也是开始对着神火通道那里纷纷赶去，他们也必须迅速进入其中，就算不抢着出手，也是以最快的速度看清其中的情势。旋即他们也不多说什么，嘴中顿时传出一道长啸之声，一道道身影自原地各处急忙朝着神火通道飞去。灵神阁、玉冰燕以及雷厉风等人皆是率领着自己的大部队进入其中，而那杀神阁的炎日已经被四御天神君打成重伤，已经无缘可以争夺这道灭世神火了。这灭世神火，我们也势在必得。5神阁主要我们务必都要得到这道神火，所以事关重大，我们也不能落后。方太无雪，现在你们跟进我的步伐，不要在里面跟丢了。藏青青说着，目光则是冲着萧炎笑了笑，道：萧炎也是微微点头。如今是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抢夺灭世神火也是能够多一分成功率。毕竟这一切都是以实力最尊，说不定到时候这里的灭世神火属于他也不一定。况且他的任务就是收服这里的灭世神火，如此的话就能够让自身的实力突破好几重天位层次，一举成为超级神指都不是任何的问题，甚至还很有可能直接达到更高的高度也说不定。毕竟这乃是前3的灭世神火，
先不说能够提升多少实力，那灭世神火的神迹可谓是都让无数强者都感到恐惧吧。各位，此行神火通道内危险重重，若是遇见不可敌的危险，就先逃离，一切以保命为重。藏青青作为这一次的领头者，自然有着责任感，所以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也是相当的沉重。毕竟争夺神火的这些神职强者，基本上能够算作是各大势力中的精锐力量，若是自身的损失太大的话，那也会大伤元气。抢夺灭世神火固然重要，但也不要为其做无谓的牺牲。是。闻言，那天空上的诸多身影也是齐齐应和。以藏青青的实力以及声望，在武神阁之中丝毫不下于阁中的那些神斩级别，他的话就是命令，自然是无人会去违背。走吧。见状，藏青青也不多说废话，目光看向神火通道，身形直接化为一道流光，迅速的朝着神火通道掠去。在其后方，大批武神阁的数百号身影黑压压的掠过，紧随而至。